坏了坏了，这一下已经晕了，这下真的晕了，这下真的晕了。又是一重拳。我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黑人选手，在赢下比赛后，竟然戴上了小丑面具，当众羞辱中国选手董鑫，表示自己仅用了2成功力便拿下了比赛，还当众狂言，即便是死人方便和邱建良同时上台，也都得被他打到跪地求饶，大喊饶命，还同时羞辱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见一个打废一个。既然这个黑人选手如此的嚣张，董鑫的师弟保银仓申请出战，势必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老外。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左边红方选手保银仓拎住狗腿儿。保银仓刚一上来便势如猛虎，这是一位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汉子，而蓝方选手这个黑人老外便是森巴库利巴利。在大概1年前他击败了保银仓的师哥董鑫。现在森巴库利巴利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他不断的退后。现在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保银仓加油啊！保银仓的身高臂展都比对方占据优势，看看有没有 KO 的机会，有没有 KO 的机会。现在用砸拳爆锤不断的锤击森巴库利巴利。保银仓有机会，裁判会不会判 TKO 呢？现在裁判还没有判罚。第一回合比赛进行到1分20秒。什么情况？现场裁判终止了保银仓的进攻。刚刚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犯规的动作，也没有打出擂台，什么情况？那我估计是这个裁判怕保银仓的打出人命，怕污染了这个擂台怕太晦气了。保银仓还是连续疯狂的摆拳，那么森巴现在是只能死死的护住头顶，完全不敢反击。而保银仓的表情我们看真是带着一股狠劲儿杀手的感觉。森巴下潜抱摔没有成功，被保银仓按到地上，又是这个角度，上位疯狂的砸拳。裁判离远一点，你不要再终止比赛了。爆锤！我们太希望中国战队能够拿下今天晚上的第1场胜利了。又来了，裁判又帮助这个森巴黑人选手又站了起来。这种裁判我觉得干脆开除他。别看他是黄皮肤但搞不好这个家伙有一颗黑心呐。这个1回合比赛3次击倒，这场比赛1回合比赛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那比赛就判负了在第1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这个森巴库利巴利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好，第1回合比赛结束，保银仓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在第1回合把这个森巴这个赛前畅跃至极，扬言要拳打方便脚踢邱建良的这个黑人选手是疯狂暴打。如果不是裁判阻拦的话，我觉得对方早都已经上天堂了不对，已经下地狱了。以对方的水平还打邱建良呢，那邱建良一根小拇脚趾都能踩死你方便一根小指头都能捏死你。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又是一个接腿，这个场面和第1回合差不多都是先接腿，然后再打击对手。后手，森巴有点晃，但对方的臀部很肥壮很稳，这是对方的配重他的臀部很肥这样一来的话能站得更稳一点。毁伤之后现在显然没有恢复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双方开始了角力，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现在保银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没有用上全力。在第1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森巴库利巴利这位选手，我们感觉他还是非常顽强，很能扛在第1回合都被打成那样了好，连续的摆拳和直拳。现在现场情绪的现在现场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昂中国公共区全能系的战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赛前这个黑人选手赛前有多狂，
那么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狈。两只小手啊，两只小黑爪啊，已经是焊到脑门上了，他不敢拿下来啊，稍微一松懈，那可能下一秒就要躺地上。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已经整个人是很软了，但他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顶啊，因为他越退缩，保银仓打得越狠。而保银仓这一边也是稍微的收了点劲儿啊，放缓了一下节奏，估计是让保存体能，在第3回合再统一释放。虽然摇摇欲坠，虽然站不太稳，失去了平衡，但是他还是能坚持啊，这就是森巴库利巴里的特点。哎，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但是保银仓没有跟上来，有几拳呐。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虽然说保银仓呢很年轻啊，才这个19岁啊，但是表现的确是非常的给力，尤其是在拳法上的表现啊，他的拳呢打得很重啊，非常的犀利。我觉得第3回合保银仓 KO 这个小黑子的概率啊是99%。好，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3回合保银仓能不能够 KO 这个嚣张的小黑子。好，双方最后一回合的决定回合，保银仓应该是全力出击啊，不要留力了啊。第1、第2回合都占据着优势，争取能把对方 KO、TKO 或者降服吧，来个漂亮的胜利吧。保银仓啊，不要再留力了啊，全力出击，跟对方拼一个灿烂之战吧。那保银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森巴库利巴里闪躲过了保银仓好几记重拳。现在森巴库利巴里是在摇臂啊。保银仓这个小伙真是怎么打怎么有。虽然说现在体能没有开始那么好了，但是打的拳啊依旧是很准，打得很重。好，森巴想摔，但保银仓来自于草原啊，你摔我们那不属于羊入虎口吗？第3回合马上要结束了，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也试图做一些反击。哎，保银仓这怎么能不做防守呢？哇，真不做防守，双手自然垂直，这不是说我们没劲儿了啊，就是不想防。哇，这个防爆摔真好啊！本场比赛的防爆摔是100%的成功率。呀，但是我觉得保银仓这场比赛啊，出拳的命中率还是稍微低了一点。好，又是一记重拳。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也是无数次的站起来。好，又是一记重拳，再打了个坐地不起。本场比赛结束。好，比赛终于结束。那实际上第3回合，我个人感觉啊，应该早就判胜了，因为保银仓连续击倒了对方3-4次，但是都没有被裁判读秒。这个裁判我觉得啊，真应该检查他一下。黄皮肤，但他有一颗黑心呐。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保银仓为他的师兄董鑫成功复仇。本场比赛也打得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有血性。好，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退役多年的死神方便竟然重返擂台，不料刚一上场就险些被黑人拳王重拳 KO。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都纷纷站起来嘲讽方便。方便的56连胜险些被终结，结果下一秒站起来的死神方便眼神突变，和对手玩命拼拳，誓死捍卫不败战绩。打中国的死神方便，你有几成把握？哎，那个垃圾玩意儿，我3拳就能打死他。他的连胜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
他在我的眼里连一个三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会亲手打飞他，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可笑。好，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黑人选手，便是来自于法国的明星级拳王塞德里克·杜姆贝。好，这名选手可谓是身经百战，这次不远万里的话，也是来到中国挑战死神方便。但此时的死神方便啊，已经退役多年，早已不再打比赛了。但塞德里克在媒体面前多次嘲讽方便，说方便的连胜啊都是假的啊，都是我们中国人啊花钞票包装出来的。最过分的是，他竟然还拿死神方便和武僧一龙做起了比较。他说方便和武僧一龙都是假把式，都是冒牌货，都是不经打的垃圾玩意儿。这一番触底线的言论彻底惹恼了方便。你可以说方便实力不行，你可以质疑方便，但是你绝不可以说方便与虫为伍。方便是实力悍将，而一龙呢，他是网红啊，这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方便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一口恶气，因此决定重出江湖，誓死捍卫自己的荣誉。好，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死神方便，蓝方选手便是塞德里克·杜姆贝。方便此时的战绩是46战全胜啊，一个不败战绩。而塞德里克·杜姆贝也不简单啊，他是48战45胜，基本上也没输过。但当然，他的48战这是职业战绩啊，其中还有很多他业余比赛啊，包括街头斗殴，已经超过100场作战。实际上都是很兴奋的，他们希望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踩在前辈的肩膀上，让自己更加有所成就。是，对手越强啊，其实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当然，这也像是一针强心剂。很多球队和运动员都是这样，遇强则强啊，这样的话能激起他的比赛的欲望。那作为死神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个顶尖的拳手，现在身份变得多元化了。是的，他变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位教练。在这么多重身份的同样的在身份的混杂中呢，方便是如何摆平这样的关系？对方是做了一个狙击。对于方面的状态会不会因为这样多元化的身份而下降？我们也再看一下他擂台的表现。相信了解方便的观众朋友们都很清楚，方便的成名之战就是 KO 了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然而今天方便的对手这个杜姆贝，他的实力是远超马库斯的。所以说比赛开始，方面这边很谨慎啊，把距离拉得很远，利用灵活的步伐和杜姆贝打起了拉锯战。训练的节奏也慢慢的有了起色。对，除了散打化的自由搏击之外，他在 MMA 这一块在绝拳都布局了。然后最重要是他已经公司准备挂牌上市，所以以后叫他财神啊，不是死神啊。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方还是打得比较稳健，对，出技术出的也不多，是，而且可能也是碍于方便当年的一个前后手，还有一个迎击，前后手直接连死马库斯以后呢，很少有选手现在给方便上来就会打对拼了，漂亮，低位的摇臂，前手的平弓，后腿的扫踢。而且啊，方便善于做事先的针对性训练，没错，他会找这个靶子来模仿他的对手来喂招。相对于其他的我们的散打出身的选手呢，方便的移动能力以及自己的一击必杀的能力是在这个同行里面还是属于佼佼者。那他知道他的拳法连续性不够是他的短板，所以这边方便小心啊，一个迎击被抓到。方便在。这场比赛，两人的作战风格完全是截然相反。此人方便沉着冷静，他还在适应比赛；然而这个杜姆贝则是来势汹汹，他一心只想要 KO 方便来证明自己。但方便毕竟是老江湖了，所以说面对对方来势汹汹的进攻啊，丝毫不慌，丝毫不乱。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虽然说这个杜姆贝啊像一只出笼的猛虎，来势汹汹，但方便强有力的反击也充满了威胁。这两个人的终结能力都很强，都很高，所以说胜负就在一瞬之间。第二回合的比赛啊，从这第一回合的最后1分钟看，这场比赛看来是很难善终啊。是，双方都是奔着把对方直接击倒或者撂平在这个擂台上为主要目的的。有些其实这样的比赛，这双方都憋了一口气儿啊。我们看谁能先发制人。只能一次7级。
那刚才就说方便啊，他要借着这一次的比赛证明散打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的差。没错，这也是。方便。哇，刚刚这一下是非常的危险，方便就差一点点就被打倒了，就差一点被读秒。但好在死人方面这边的起身速度比较快，所以说没有吃到裁判的读秒。好，裁判警告杜姆贝，你不可以打后脑。对方这个假模假样的还举起了弓啊，来向方便道歉。要知道赛前这个杜姆贝可以说是非常的猖獗啊，他说方便的46战全胜全部都是花钱包装出来的，都是假赛，都是假的。而且最过分的是，他还说方便和武僧一龙是一路货色，那这对于方便来讲完全就是奇耻大辱啊！让方便在避其锋芒啊，找着机会。好，这个看这一下，勾拳了，这攻击。方便在追击对方，方便头连续中了3拳，方便还了1拳。目前方便的防御啊，有点被打穿了，要小心。对方的报价报的比方便要严一些，方便呢还主要是以这个前手在前面刺着，来控制距离，不想让对方打进来。方便这个头部的摇闪呢，要注意一下，要注意一下。从现在这个场上的状态看，我们看这个杜姆贝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的确，在第2回合，杜姆贝的优势还是慢慢的建立了。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的找机会。如果让老师给方便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是我的上头啊，如果是我的话啊，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便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黑人选手杜姆贝竟然如此的无耻，他迟迟打不开局面，竟然来攻击死神方面的后脑。要知道比赛当中呢，打击后脑这是最可耻啊，最严重的违规了，因为一不小心有可能会打出命案。双方拼拳，死神方面完全不落下风。这一下的话是重心失衡，自己把自己踢倒了，完全没问题。不算读秒，划算，打的有点不冷静了。方便这时候实际上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方便拒绝和杜姆贝碰拳，完全没问题，因为对方的手段和打法太过于卑鄙啊，是一个为了赢不择手段的家伙。在第2回合的时候，他已经连续2次击打方便的后脑啊，这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判他输都是应该的。打击后脑如果打准了，1拳就可以把人打死。在此之前的所有拳击擂台打死人的事件啊，基本上都是打后脑造成的。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也就是最后一场对局了。看一下方便的表现。这头啊，都过了头。那在上一回合当中，应该说稍稍的有一点劣势，一定要小心，对方在找机会了。最后这个很重要了。对方在找机会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已经没事，不是强毒，你自己跑到中立角那个耍宝，半个拳头来耍宝，还以为躲到那边了，裁判就会强毒。应该说杜姆贝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欲还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这个新创新的2位教头啊，给方便说你又中了1拳。对，刚才你打出后手拳以后，一定要记着做一个摇闪，说一定要放松，你不要着急。方便这个时候心态有一些有点着急，手都不拿高啊。其实没有必要，方便目前还是有。后面还有机会，后面还有时间。方便如果出高腿的话，对方应该是在抓这个机会，在等。而且方便出的是侧踹呀，他不是出边腿，出边腿效果漂亮，后摆，漂亮，突击。第3回合的死神方面终于开始放手一搏，向杜姆贝发起猛攻了。在前2个回合方面打得过于保守啊，这一回合如果再保守的话，那本场比赛有可能会输了。好，你看，对方在把方面顶倒之后啊，还站在方面的面前挑衅我们。虽然说本场比赛看起来的确是杜姆贝这一边啊打得更凶，打得更猛，但分数上，观众朋友们，我敢负责任的告诉你，方便绝对不落后于对手。因为方面有着多年的散打经验，而且体制内的散打打分啊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说方便打分非常的厉害。实在有点替方便担心了。下劈，还有这个手。拿下来，拿下来。
我相信他依然采取的是自己非常习惯的这个套路啊。抽踹前后手的转控制，方面现在整个战术变为控制了。我们看已经不再打进去跟对方对拼了，但是动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动作太大，没有隐蔽性。其实方便这几波的攻击啊，他都不算有效的攻击。时间呢在慢慢的推移，我们看看双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的变化。杜姆贝整个的拳法技术呢，还是以这种抡摆为主。对，实际上如果作为心态平衡的方面来说，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的难，这样的拳法不是那么的难。是的，但是现在方面在心理失衡，而且主动求战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没办法打控制了，在心态上、情绪上会有一些影响和变化。而其实刚才说了，杜姆贝他这个整个看一下，来看看结果，平局，加赛一局。这样出。哇，这场比赛的结果有点超乎我们的意料，没有想到竟然是加赛一局。一般来讲，如果第4回合是决胜局，那么前3个回合的表现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接下来裁判需要看的就是这最后1个回合的表现。所以说，接下来2名选手肯定会毫无保留，倾尽所有，玩命的打，玩命的拼啊！因为这是最关键的1个回合了。贝的摇臂直接钻进来了，但是方便被撞到头啊！杜姆贝高扫，这高扫透过拳套打中了，打到自己。双方对拼拳，方便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顶，看来方便就是要打距离了。是，而且这第4回合靠到对方身上了。把整个前冲都冲过去，这样会很危险。方便现在还是在打游移。我们非常希望方面，我觉得方面3回合打完，整个的情绪也冷静下来了。对，这一回合应该说呢有所调整，而且呢非常重要。这方面做了很多后摆踢啊，这个后摆踢没有配合假动作的话，是基本上踢不到。特别是在对方如果不前冲的时候，决胜局就是决胜局，这一下把方便和杜姆贝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招式啊，全部逼了出来。现在的战况很激烈。但方便呢，毕竟是我们的不败王者，他还是很沉着冷静啊，没有盲目的去进攻对手。反倒是这个杜姆贝，因为前3个回合打得太猛啊，第4回合他有点泄劲儿了。现在的他有点没劲儿了，打轮胎打出来的，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对来说，对方的拳没有方便的拳突发速度快，对，那这样方便可以一拳一拳累积自己的优势，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是的，而且现在看杜姆贝，其实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果，但是其实真正的准确率还是比较差一些的。从这回合来讲，看方便应该一拳是一拳，一下是一下。目前的希望是跟方便打乱战，对，打白刃战。方便现在是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方便好像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啊。方便一直在保持着移动，对的，移动，不断突袭，不断移动。好，退。手机呢？法国选手很懂得打心理战了，跟裁判打心理战。是，一直在跟裁判在卖萌。对，没事就跑到这摆脚那边耍个宝。这个方便啊，好险啊！刚才方便低头的时候，对方用了一个下抛拳啊，这个是照着后脑勺过来的，对方上高。方便用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武术里边的这个小扣腿啊，对，往后面一点，然后再一靠，还有10秒。快到了，方便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下，方便。对啊，你不要让积分踩到。我们3位都沉浸在这场比赛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沉思。好，双方这一场加时赛的大战终于结束，终于打完啊！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因为第4回合加时赛，方便的表现明显是更好，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最终裁判的判罚。好，没有问题，恭喜死神方便，非常精彩。
看那一前的10级。嚣张的日本空手道冠军来中国踢馆，叫嚣道中国武术都是女人练的娘们拳法，没有任何实战能力，日本空手道才是世界第一。面对日本人的嚣张态度，太极拳传人韩飞龙霸气出山，用真正的太极功夫打得日本选手哭爹喊娘，临门一脚更是精准无比，当场让日本选手断子绝孙。他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招仓风术是什么样的表现？怪不得韩飞龙穿着这样一个长裤，对，很有特色的这么一种中国传统的这个太极拳这个风格哈。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招仓风术啊，我们发现招仓风术还是在做一些转身的后蹬下劈连续的组合拳，哇，好漂亮！把招仓风术逼到了这个绳脚。注意看，贼眉鼠眼，一脸贱笑。面对韩飞龙的强势猛攻啊，这个家伙非但没有怯懦，而且反而嘲笑韩飞龙，表示我无所谓啊，我没有受伤。哇，这个小日本的确很狂啊，因为韩飞龙很年轻，他22岁，他并没有把韩飞龙放在眼里。好，后手直拳接前腿的高扫，韩飞龙及时躲过去了，然后这个动作太戏剧化了。招仓风术的一个失去重心，用力过猛，失去重心滑倒了。看招仓风术，正蹬。今天这个招仓风术，我看他的手拿的呀很低，正蹬，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举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了。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最为讲究的便是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对方这个小日本子啊，冲得越猛，上得越狠，我们韩飞龙的反击也就越来越猛。好，你看，对方只要稍微一上步啊，稍微冲过来，韩飞龙会立马化解。你看韩飞龙很年轻啊，但他毕竟是名师出高徒，师傅很厉害，那徒弟自然错不了。而韩飞龙最为拿手的八卦连环腿，那目前还没有用啊。好，前摆，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一开始是跆拳道的下劈，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这个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哇哦！比赛最后1秒，韩飞龙的八卦连环腿亮了出来，潇洒飘逸的同时又不失刚猛，这就是韩飞龙的腿法。好，接下来看一下2名选手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韩飞龙的动作质量，无论是他的防守方式，还是他的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对。这是招仓风术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分的一个因素。这是发生了什么？刚才是招仓风术，我们查看招仓风这个膝盖啊起的有一些过于靠近韩飞龙的裆部，所以裁判要注意一点。现在这个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啊，招仓风术已经完全懵了。他的每一次凶猛的进攻，每一次出招，每一次出拳出腿，都被韩飞龙啊轻松化解。我相信现在对方肯定是懵的。我们看，又一次像摔一条死狗一样把对方摔倒地上。现在只要对方一出腿，就会被韩飞龙啊立马放倒在地。如果来到内围之后，也会被韩飞龙摔翻在地啊！反正是无论怎么打，都打不过我们。一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肌肉的线条哈，包括肩部的三角肌，然后肱二头肌、肱三头肌都非常明显清晰。现在这个小日本的招仓风术啊，已经是急得不行哦，漂亮，劈挂腿，没错，大脚踹脸。扇小日本子的耳光啊，千万不能用手啊，因为它只会脏了我们的手。用脚刚刚好，好漂亮，又一次放倒在地。就目前来看，日本的空手道在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的面前啊，观众朋友们完全没牌面，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这场比赛就像是一个正常人打一条疯狗一样啊，对方已经完全失了风了。我们看，哦呦，他就是想疯狂的进攻我们，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打得越猛，我们韩飞龙的反击啊就越厉害，这就是借力打力。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目前前2个回合韩飞龙啊都是优势满满。我相信群众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那到底谁的功夫是娘们拳法已经很明显了。对方啊就像是一个发疯的娘们儿啊，不讲道理啊，与其说是拳法，更像是挠人。接下来看一下太极拳和空手道到底谁能够决出胜利。学生局非常友好的抱了一下。好，韩飞龙连续的组合拳，但是落空。是的，哇哦，现在这个非常精彩。招商风术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转身后侧踢到裆部。啊，这个是很痛很痛的。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商风术的大腿的。观众朋友们，这一脚我只能说呀，踢得好，踢得妙，踢的是呱呱叫啊！这帮侵华战犯的后代就不配再有后代。我觉得啊，从此以后断子绝孙没什么好说的啊，很好，非常好。我也希望我们的中国选手多学一学啊，多学习啊韩飞龙的这招啊断子绝孙脚，让这帮小日本的尝一尝痛苦，让这帮小日本的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好，连续拳法组合进攻，但是被这个招商风术抱住了。又是一个舍身踢。刚刚红光选手那个是超人拳吗？这个日本选手一个飞起来的一个飞膝啊，非常危险。但是韩飞龙一个侧身的闪避啊，但是也还是很危险，刮他的下巴过去了。第3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双方的比赛啊基本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了。让你转，让你转。小日本子活还不少啊，还会转身边拳。学什么转身边拳啊？你干脆学学中文啊，学习啊这个中国身份证怎么领，将来啊好做好准备就行了。这2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我们的日本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连续的组合拳追击。哇，刚刚这套组合拳法，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看的肯定是非常过瘾。您可能会好奇，这太极拳法不都是很软很柔的一种拳法吗？为什么这么猛？韩飞龙的太极拳啊和其他人不同，他是实战派，他将太极拳和自由搏击啊结合到了一块儿，这是一个刚中带柔，柔中带刚的独特打法。最后10秒。再次舍身踢，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比赛结束。好，双方的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场比赛的结果，观众朋友们啊已经是不用猜啊。好，双方的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一场对局双方选手的结果。双方这场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一场比赛的结果，观众朋友们已经是有数了。没错，对方在韩飞龙的面前啊根本没法打。好，双方这场太极拳大战空手道的对局终于结束了。
我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我们牵出来溜溜啊！不要说谁强，打完一场我们就知道了。那很明显，本场比赛韩飞龙是毫无争议的吊打对手，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很精彩啊！也为我们中国武术证明了，也是狠狠地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气势。好了，比赛到此为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你过来呀！前直接转掉刀吗？锤击，手击啊！当心不要打后脑。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有个性的中国选手，擂台上疯狂羞辱美国拳王。不仅如此，还骑在对手的身上玩命砸拳，狠狠地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中国选手之所以如此愤怒，还不是因为美国拳王赛前太嚣张。在发布会现场，美国选手竟然故意推搡新疆小伙阿合江，但是没有想到阿合江也是一个暴脾气，佛山无影脚直接踹到了对手的脸上。多亏现场工作人员及时阻拦，才避免了事态升级。但是没有想到，美国拳王竟然给脸不要脸，频频前来挑衅。比赛还没开始，两位选手便大打出手，想必比赛开始之后肯定会更加激烈。好，双方比赛开始啊！赛前直接转身后腰吗？上蹬！这个后摆，今天我们看到开场第2个转身后摆腿，但是命中了。倒地了，对，这边直接要上背，看看有没有裸脚的机会。对手防这个拿脖子还是防得很好。哇，一上来乔瓦尼莫乔估计还没有料到对手这个出招这么快，上来就放超必杀了。这边两人有可能要摔出去了。裸脚单手围住了。这边裁判没有叫停，要推回去了。对，直接把两人推回去。我现在严重怀疑阿合江在打拳之前啊，是不是在什么峨眉山或者动物园工作过？你看他这个，驯猴能力非常强。他知道这个猴子啊该怎么去降服。因为这个乔瓦尼莫尼呢，他的外号啊叫美国孙悟空。好，注意看这个角度，阿合江，他是上半身啊骑到了对方的身上，疯狂的砸拳。见过骑马的，见过骑驴的啊，但是没见过骑猴的。对。要出去了，锤击，手击啊！当心不要打后脑。对，看阿合江啊，阿合江出场其实就跟康纳麦克雷戈是一样的。对，这边乔瓦尼啊，看看会不会因为对手的这个进攻啊，现在变得有所畏惧。阿合江再来转身后摆腿假动作，挑衅对手。踹膝盖，漂亮！言语攻击，不能说话，而且不能咒骂对手啊。好，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擂台还真是头一次见。我们中国选手口吐芬芳啊，说了点不中听啊、少儿不宜的话，遭到了裁判的口头警告啊。没事啊，这只是一个口头警告，也不扣分。刚刚阿合江在打拳的时候，他不只是四肢啊在运动，他的嘴巴也没有停啊，他在疯狂的问候对方的祖宗18代啊，这还真是我头一次看到中国选手在擂台上骂老外。虽然说我们中国人呢都很讲文明讲礼貌，但是那也分人呐。精彩的对决啊！对，再来转身腿，卡波拉踢漂亮，比较能够料到背腿出来，裁判警告两个人太消极了，后手前板。这个拳啊，就是拉足了这个能量，所以啊是显得有一些太过于明显。反摔，当心，乔瓦尼能不能控制住？漂亮，好强的腰力，直接到了侧压。现在到了孙悟空最擅长的地面战环节，侧压对手。阿合江他是一个练习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套路和散打出身的选手，所以说他的战力水平啊没得挑啊，绝对很强。但他的地面实力啊，地面的水平呢，的确不是特别出彩，但是应该也够用。相反，这个美国孙悟空乔瓦尼，他的这个地面水平就很高了，他会摔跤柔术，还有桑搏。裁判警告，手指头不能插对方消化道末端。这边阿合江有可能要出来，三角脚没了，出来了，漂亮，出来了。他尝试木村锁，但是对方头逃出来了呀。阿合江当心对方的上蹬腿，踩踏，随击。怎么了？时间到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阿合江在战力水平上啊，的确是没得挑啊，的确是非常的强。
但是地面水平还有待提高。哎，注意看，哇，对方还撞了我们一下，看来第一回合他真是被打生气了啊！没事啊，气死猴嘛，对方是个孙悟空啊，对方是个猴。好，来看一下刚刚第一回合的，哇，这个骑猴，哇，太霸气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把一个对手骑到身上，而且半个身子露到擂台外面。但是后半段在地面战上，阿合江的确是有些吃亏啊，有些力不从心。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这里废话少说。我觉得双方，特别是阿合江这边，应该把比赛节奏拉得快一点。低手漂亮，踢得好响亮。哦，击鼓漂亮，好重啊！后手勾斧打在肝脏区域啊。对，高手再来一下，挡住。阿合江双飞踢，对，这几下腿法这个距离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这两个人在战力水平上的差距啊，还是非常明显的。阿合江可以单方面暴打对手啊，高扫，连续的多次头部命中。哇吼！阿合江真是把压迫力打出来了啊，压得很紧，压得很死，完全不给美国孙悟空啊一丝一毫喘息的机会。但是这个美国孙悟空呢，肯定也在计划着某些鬼点子啊，在找一些个进入到地面的机会。哇，再来一个腾空的飞踢，漂亮！哎，乔瓦尼有一些晃啊，哎，恢复了，对，还剩2分钟多一点，再来，倒倒踢头挡住。哦，转身后蹬，漂亮。这边我们看阿合江继续在给对手压力，后直没中。对手因为一直在往他的这个后手方向去，低扫踢腿，对他应该想办法切入这个角度啊，有后直的这个机会。扫踢头，对后手，哦，这边再摔，过腿了。这次莫乔抓这个抱摔的机会啊，抓的还是很稳。观众朋友们，果不好了，现在挡住锤击被蹬开了，要过腿部防守，漂亮，拿后背做降服，你看能不能骑上去？哦，这边左脚的把位出来了，咬出来，躲开，再摔，漂亮。哎，阿合江也成功的利用龙网啊，来避免对手的这个进攻。对，我手没有拉围绳，我只是手肘。是。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阿合江的表现。选手踩到这个打的主动点啊，还剩2分多钟，争取终结。前手打空，感觉阿合江是不是因为上一场比赛一扎对他的这个校正，转身后摆腿，现在不敢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啊。今天这个第3回合的表现，希望他们更再加把力啊。昨天2个人是出动了所有工作人员才把2个人拉开啊。裁判警告，他表示不接受。裁判说：“我警告你，就是有效的。”刚刚我们的中国裁判判定美国孙悟空乔瓦尼莫尼他是消极比赛，结果他表示不服。哎，这个你有啥不服的？我们看他呢，背靠龙网，啥也不干。这个判他消极比赛已经是最大的宽容了。那如果我是裁判，我直接判他输。好，阿合江这一边的话，开始了。又要开始挑衅对手啊，羞辱对方了。做进攻的试探，而且他的总的出拳数量比对手多。他打白鹤亮翅了吗？哎呦，假动作试探。你看有没有高扫的机会啊？这边我感觉对手手是拿的比较低的，阿合江应该有机会。果然是要摔，但也可以出飞顶膝啊。哎，他手抓围绳了，裁判警告了，出腿没中，中段踢没中。最后一个回合，阿合江这一边啊，有可能也是累了啊，打的也不着急，非常稳。毕竟比赛时间还有最后10秒钟了，看情况阿合江是想兵不见血刃的拿下比赛啊，不流一滴汗也不流一滴血啊，蝴蝶步，好侧踹，好各种挑衅动作，哈哈，头一次见到这么有个性的这个中国选手啊。连动作带羞辱，你看，包括他的嘴巴也不停啊，各种国粹，各种鸟语花香啊，喷向对手。对，难道要打到判定吗？好，
好，这场3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终于打完了。阿赫江呢，在前2个回合打得非常的猛，非常的给劲儿。我们一度以为他要 KO 对手，拿下对手，但是没有想到第3回合，这位个性十足的小伙子啊，给我们来了一个惊喜，就是稳下来了。没关系啊，这赢了就行。让我们恭喜阿赫江判定获胜啊，这是毫无争议的。好，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